2025年一开始，我就给了自己一个从来都没有尝试过的挑战——白水漂流。漂流是一种驾驶无动力的橡皮艇或竹筏等户外活动，利用船桨掌握方向，在流动速度不定的水流中顺流而下。就在上个周末，我和认识了多年的球友从吉隆坡驾车到霹雳州的务边，就是要体验一下流经甘榜、树林和山区的金宝河，去感受征服激流的刺激和快感。早上的9点钟，我们准时的抵达了目的地，那就是地猫雪雷阿雅和妈妈。这是一个盖了几间马来房屋的小院区，其中一个负责人 Angie Basri 出来迎接我们，并和我们闲聊了一下。之后，我们把安全守则协议书签了，然后到了一旁挑了合适的救生衣和塑料包鞋。一切都准备就绪后，便登上了这一辆洛里车，前往几公里以外的漂流起点。由于这一次向地猫雪雷报名参加9点钟漂流的人员就只有我们2个，因此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成为了他们非常重视的贵宾。抵达了那个准备要上那个皮艇的地方了。虽然我们都不需要拥有任何先前的经验去参加松奈港巴的白水漂流之旅，但是向导在讲解有关安全措施的时候，例如我们的坐姿、划桨的方式，当橡皮胶发生意外的时候如何自救及求救等等，这些资讯都必须要仔细的听进去，绝对不能敷衍，别以为一切都会相安无事。Maybe dia akan ambil attention you on. So cara dia ambil attention maybe dia jerit ataupun dia blow whistle. So kalau dia jerit dia akan jerit like this. Rope. So kalau blow whistle dia akan right. So apa yang you orang kena buat, you kena cari siapa yang jerit, siapa yang blow whistle. So you kena bagi feedback attention lah. 其实漂流是一项富有挑战性并带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户外活动，因此老弱冰、残、晕等的朋友，如果要尝试这个活动的话，真的需要三思。根据国际漂流等级表，漂流共分成6个不同难度及危险度的等级。第一级基本上是在水流缓慢、河道无障碍物、水浪高度小于1米，基本上是非常适合5岁以上的朋友们。而第6级只是极度具备挑战性，一般上会在猛烈、变化无常的水中，基本上是不可能控制漂流工具，受伤甚至是死亡都可能会发生。松奈港巴的激流等级在1到3之间，
沿途会出现许多的挑战，但是它还是适合从未尝试过白水漂流的朋友。无论如何，一个有经验、熟悉河流脾气的向导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这一位拥有学士学位、曾经在大学里教书，而且非常健谈的向导，真的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放心。大概半个小时的讲解完毕后，我们兴致勃勃地准备要开始这一趟绝对会让肾上腺素飙升的白水漂流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起点，漂流的行程约1个半小时，覆盖大约6公里的距离。最后我们会回到利马雪雷的河边上岸。Hold the line. Yep. Yep. Sampai dekat sini dia baru main.
satu orang. Ya. macam dia? Level 2. Ha? Level 2. Level 2 tu apa? Dia pergi macam ni. Oh. Level arus tapi tak ada tulang. Okey, okey.
漂流了大约1个小时半后，我们平安地回到了利马雪雷。这是一个比我想象中更好玩、更刺激的活动。如果你也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胆识，寻找一个突破自己的途径，漂流应该是一个只需要几个小时，却可以让你100%的接触到大自然，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共享的户外活动。利马雪雷也可以让我们借用它的浴室沐浴及更换湿透的衣服，而且没有什么比在行程结束后享用一顿美味可口的马来佳肴了。这一餐包含在团费里面，我敢打赌啊，这一餐绝对是你吃过的其中一顿最美味的马来甘榜风味午餐了。这一集有关我第一次尝试漂流的户外活动就在此告一段落了。有兴趣参加者可以直接联系影片里所出现的联系方式。随着农历新年祭至，阿邦内祝贺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观看了这一集影片的朋友们，你们一定会遇水而发，恭喜发财！